履历修改了5遍10遍，请很多朋友帮忙修改，但是投出履历之后，为什么还是石沉大海？明明网络上有很多履历撰写教学，但你还是无法确定该如何才能让履历更上一层楼。我在做数据分析转职咨询时，帮助非常多人修改他们的履历，从学生、转职者到有10年经验的数据科学家。在这支影片我会带大家扫过常见履历盲点，我会逐步剖析为什么你的履历注定得不到关注，我会让你的履历脱离新鲜人稚嫩，了解其他竞争者所使用的各种技巧，带你做出一份能引导面试官的履历架构。到这边是台湾的一名数据科学家，这部影片是如何转成数据分析师的第4步，从第1步1辈子的职位确认，第2步10年的职涯规划，第3步1年的转职计划，而这是第4步，我会带你做出一份拥有引导架构的履历。只要你看完这个系列，你就能避开转职路上绝大多数的困境，而剩下就等着你去执行。另外，我打算做一个针对数据科学家转职的进阶课程，效果就是说我会带你做出2年以上经验者才做得出的 side project。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资讯栏的说明。在上一部影片中，我有提到转职成功的关键不是你学会很多的技术，转职成功的第1步是你要取得面试的机会，而你要得到面试的机会，你需要的是一份吸引人的履历。这支影片我会从外科系到多年经验的从业者，从履历的外观、段落的排列、段落的篇幅到内容条目的细项，并在最后我会告诉你什么样的履历让转职者拿到数据分析的 offer，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所以我们就从最外层的错误开始。原则1，转职者忽略的基础，标准的履历外观。很多的转职者他们原本的履历是设计表演艺术等等，他们撰写的履历外观的标准跟 IT 跟数据分析是差很多的。我们先看一份履历大家看看这个履历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履历是我一个10年工作经验、设计背景的咨询者，他的目标是 HR。大家可以先简单的浏览一下，你觉得这个履历可以怎么样的做修改？所以大家有看出什么问题吗？最基本的第1点，页面的篇幅过长。大家应该有听过，履历的篇幅至少1页，至多在2页之内。而这份履历它的总页数超过了3页，所以必须要缩减篇幅，让面试官可以快速浏览它的内容。而就算你想要写一份2页履历，你应该要把能吸引面试官的重点内容都摆在第1页，这样你才能吸引面试官翻到第2页。那第2个可以修改的点是，它不是一个标准的履历格式，这大家应该都蛮容易看出来，就是这份履历的段落呈现排序它不是整齐的，你需要把履历变成直式，就是每个段落它是有明确上下界可以分开的，所以履历变成下面这种直式的，这样更符合一般常见履历的惯例，所以面试官也更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资讯。而第3个需要修改的部分是色彩跟字体的精简。如果你的工作与艺术设计无关，其实你是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履历的美工上的，并且现在有很多履历是 AI 新读的，所以如果你弄得太花，或是你不是用标准的字体的话， AI 有可能是无法识别的。所以标准就是你尽量把它整齐划一就好。然后当你的履历写好之后，如果你的履历有黑白以外颜色，那你要用黑白输出的方式看印出来它是不是清楚的，因为很多的公司它会直接把履历印出来看。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的颜色里面有黑色、灰色的色调的话，其实是很危险。OK， 那如果你的履历没有外观上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进入第2个重点。原则2 ，section 排列的陷阱，架构设计的原则。常见分类会将履历排版分成2种，第1种是毕业的新鲜，他会把学历摆在最上面，而第2种呢，则是有工作人，他会把学历摆在所有的 section 的最下面。但这个排序并不是一定的，重点在于说怎样的排序可以加强你的优点，而最大原则是你要如何让主管由上而下每一个瞬间看到的内容都是他要的资讯，并进一步的完整看过你的履历，让他看完你所有的重点。我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天是刚毕业的新鲜人，你清华大学机械系，你想转职成软体工程师、资料科学家，这时候你把你的学历放在最上面是有加分的，毕竟你是清大理组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私立科技大学外语系的新鲜人，如果这时候你把你的学历放在最上面，可能面试官就直接垃圾分类了。所以这时候其实你不一定要把学历放在履历的最上方，反而应该先用专业经验来吸引面试官的注意力。这个社会是非常现实的，你要将能帮你加分项目优先的呈现给别人，并且如果你将学历放在前面，通常是暗示你是应届毕业生，所以如果你不放在前面的话，面试官他其实会收到一个反向的暗示，这个暗示在许多情境的第一印象其实是会有优势的。同理如果你今天你是同领域换工作与转职到不同领域，你履历上 section 的排列方式是不同的。如果你今天是换工作，通常会是工作经验在前面，因为是相同领域所以上一份工作可以最好的展现出你的优势。但如果你今天是转职到其他领域，因为你需要先将能加分的项目优先被看到，你会将目标职位的 side project 摆在前面，工作经验就会摆在后面，并且缩减工作经验的版面。这个缩减可以其实将一份工作缩减成1列，甚至是不写。这个是很多人忽略的细节就是为什么你要缩减你的工作版面，可能在许多学生或是文科系转职他们是不能理解的。我将我所有的工作跟社团写上去，不就能完整的呈现我所有的优点吗？有一些类型的工作它本身是服务业，要面对客群，或者是行政类要处理很多的事务，这些工作本身做的事情是很多功能的，你很难直接说明出你有这种能力。这时候多样化的工作经验有时候更能表示出你能适应这份工作，所以在你的履历上写出不同的工作经验，在这个情况下是会加分的。
但是对于一些更专业的技术职位，像是数据科学家、软体工程师，以前行政类的工作经验反而有可能会让你减分，因为表示你其实不太可能拥有程式逻辑的素养。这时候我们就必须透过把 skill side project 放在履历的前半部，给出你有这样能力的第一印象。所以你就一定会把 side project 摆在工作经验的上面，让面试官认为你是适合的人。但这不是绝对的。像我一个咨询人，他原本是在金融业做 MA， 他想要转职成数据分析师。如果按照刚刚的说法，他其实会是 side project 摆在工作经验的前面的。但如果今天他是投递金融业的数据分析师，因为他原本就是金融业职务，所以此时工作经验放在第一眼看到的位置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可以帮你勾起面试官的兴趣。但是如果你原本是金融业的柜台，可能加分就没有那么多，所以还是比较倾向于 side project 摆在工作经验的前面。所以这是需要依据你原本的职位来做权衡的。但是这时候很多转职者就会说，我也知道要这样写，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技能跟专业的经验，才会让以前的工作经验占很大的板块。这时候我该怎么办？但在那之前，你需要先了解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让你的履历看起来像是目标职位的履历。原则3 ，section 篇幅的制定，设计目标职位的履历。你要求职成功的关键是要让你的履历看起来像是目标职位的履历。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废话，但是我有收到很多转职者的履历，他寄给我的履历之中，他没有任何数据分析相关的经历，只有以前当家教、销售、柜台的经历。只有在自述自传里面提到他为什么想要转职成数据分析师。但如果只有在自传里面有提到，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说你想要靠情怀来说服面试官录取你成为数据分析师。你觉得如果你是主管，你会录取一个只有情怀的求职者吗？就不可能。所以一个标准步骤就是你投递的履历，你需要去除所有与你目标职位无关的内容，你所有呈现在履历上的素材都是可以让你在这个职位上加分的。先主管找人的根本原因就是要找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但这时候你就问我Ben 我就没有数据分析相关的经历我学历不对，工作经验不对，技能不对，我该怎么办？所有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经验与下一份工作不相符的状况。这时候我们要针对几个 section 的篇幅与侧重点来做调整。第一点，字数的侧重点。首先，你需要在你的字数上面明确说你的求职目标是数据分析师。为什么需要这样做？我讲一个小故事因为我有在做数据分析的转职咨询嘛。我这个咨询服务其实它有2种模式。第一种呢是免费的，就是我按发问的顺序回答。所以有时候其实你有可能会需要等3周4周的时间这样。而第二种呢，就是你可以捐钱给慈善机构，那我优先帮你看你的问题，就是你很急可以捐钱，不急就排队，这很公平嘛。大家也知道免费的活动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来乱的。不过后来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发现有一些我觉得他是来乱的咨询者，他有捐钱。比如说他其实是很诚恳的问我问题，但从我的专业判断，我觉得他是来乱的。所以你知道这代表什么代表说，纵使你很认真的写你的履历，但有可能面试官根本就觉得你是来乱的。你知道这有多严重吗？求职的食物链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可能不知不觉让你的履历连食物链的底层都排不上，而这份你觉得很认真、很诚恳的履历，在面试官看到第一秒就被刷掉了。而这也是我看过很多的转职咨询者他们履历给我的感觉。所以回到为什么你需要在你的字数上面明确说明你的求职的目标职位是什么？每个人的上一份工作跟目标职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差异。而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转职者，你的经历通常是乱七八糟的，正常的情况下，你写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能看，所以你需要先帮面试官定焦，不管面试官后面看到什么鬼东西，我就是投数据分析，让面试官第一眼的烙印知道你不是走错棚的，认定你不是来乱的，这时候他再往下看的感觉就会不一样。第二点 ，skill 与 side project 的平衡。我在上一支影片有提到，如果你是一个转职者，我建议你要有3个 side project， 这样你的履历有大部分的版面都跟数据分析有关。让你的整份履历看起来像是一份数据分析师的履历。Side project 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想找某一个工作职位，但是这个职位与你原本的职缺差异过大的时候，这 Side project 就能成为证明你实作能力的项目。因为公司大多数都想要找有工作经验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Side project 是最花时间的。那如果你没有足够优秀的 Side project 来填充你的履历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这时候你就应该扩充你技能的版面来补足，因为技能是上完课就有的，但是 Side project 是你要把学到的东西做出来嘛。至于 skill 要怎样扩充，我下一个章节会提到。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转职者或是学生通常你的履历会是技能的篇幅占最大，但随着你做出来的专业越来越多，做了1个、2个、3个 skill 的占比就会缩小嘛，那专业经验的占比就会逐渐的增加。而当我出社会工作之后，你的工作经验就会占据更多的版面。而接下来是不相关工作经验的缩减。我刚才有提到不相关的工作你需要把它缩减掉，但大多数人在听到这个建议后还是做不到。像我之前遇到咨询者 NA， 他在他的履历中叙述 NA 的成就有超过1个页面，所以整份履历多达3个页面，那这会造成什么问题？那这会变成说，当他想要找数据分析师的工作的时候，除了金融业可以做到面试，但其他面试的机会都很小。还有我遇过一个转职者，他以前是影视业的，并且他有得过很多的艺术奖，
所以它的一页式履历有一半以上是成功拍摄的戏剧啊，或是奖项的内容之类的。但一般来说啊，这些与目标职位差距过大的工作经验带来的效果是塑造你的个人特质，跟你以前学生时期的社团经验啊，或是个人兴趣是差不多的东西。所以你不需要花超过半页的篇幅来叙述你的个人特质。如果这个工作经验可以跟目标职位有挂钩的，就改写，那其他该砍就砍。好，经过前3段 section 的撰写原则后，接着要知道内容撰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原则是不要让主管帮你 summary。这是什么意思啊？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你的文章里写的像是作文，但是它其实没有什么重点。像我们旁边范例的下面这一段，就典型的你需要你的主管自己到文章里面找资讯，而这个不要让主管 summary 是一个大家以为自己有做到，但从学生到工作10年的经验者都会犯的错误。所以第一个重点是文章的条列化，这是新手容易犯的错误。我们先从一个履历的热图来看，像是履历左边的下方，它几乎都没有被看到，因为它是文章式的，所以比较难抓到重点。但是右边呢，它的履历被关注的位置就比较全面，因为它是条列式的，每个 section 的区分都非常的清楚，所以你要尽量以条列的方式来呈现你自己的履历。第二点，建立履历的气质，条列但不要列任务，这个是工作多年的人常常会犯的错误。你知道吗？有一些人明明是专业的软体工程师跟商业数据分析师，但他写出来的履历看起来就像是要应征行政人员，听起来很神奇，对不对？我列几个例子。第一种就是原本就是行政助理的人，第二种是专业人士的写法，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第三种是软体的开发人员，这种其实是开发人把平时自己做的 feature 的任务，把这些 feature 写上去。那这些写法有什么问题呢？履历的撰写其实它有分成一般的履历与咨询履历2种。我举例啊，一般的履历它会写成是负责每月每季产出各经营单位的会员分析报告，它是强调个人的工作职责。但如果是咨询履历，它会变成说是负责每月每季产出各营运单位的会员分析报告，并提供给管理者做网站规划的决策使用。它是强调解决问题带来的效益。前者是更偏向于行政人员角色，而后者则是一个顾问或是专家的工作。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说上面这些履历写法，它会散发出你想去面试行政职位的气质。因为行政职位它处理的是日常琐事，它不一定需要你带出实质影响公司的成果。那其实第二份这个咨询者是一个商业数据分析师，他实质工作是分析网站广告的点击状况以及广告费用的使用效率，提供每季广告投递的决策建议。但你从这边履历上，他写的是收集资讯啊、整理报告啊、汇整投影片之类的，你是看不出他有这个贡献的。所以我才会说啊，有很多人他把自己从一个专业角色硬生生写成一个行政人员。当你的履历长得像数据分析，你就能找到数据分析相关的工作；但如果你的履历长得像行政，你就只能找到行政的工作。长此以往，对你的职业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第三点，精简你的条列内容。虽然你条列化，但是如果你的项目超过5个，其实你今天是要求主管从成堆的资讯中自己找资讯，你必须要只列出主管需要的部分。我们回到上面开发人员的例子，他写了超过10项的工作内容，但主管他其实不太可能看到第10项的，他可能看前面3项他就会跳过了。所以你需要筛选出对你自己目标职位最相关的内容，而这个项目它可能4、5项其实就已经很多了。OK， 讲完履历本体，接着我们来讲大家会忽略的误区附录。很多人都会在附录给出作品集啊。第一种错误是学生常犯，他给一本论文的附件，或是成果发表会的投影片，所以它会是一个100页的 PDF 档，或是50页的投影片。你要记住啊，没有人有空看你这些东西。我在科技业工作多年了，我们平时工作除了正式的文件，像是软体的规格书或是合作合约，不然基本上它不会出现文件档这种东西。所有报告都是 PowerPoint 的，不管你是签合约、听演讲进度、看论文，或是软体开发的规划，再跟主管说明时，全部都是 PowerPoint。并且这个 PowerPoint 它是简洁的，目标是提供方案给主管来做决策的。而且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面试官，每个来投履历就带一本100页的论文，或是50页投影片，有可能看吗？就不可能嘛。第二种，给成果发表会的录音影片，这个也很常见，会有人提供那种20到30分钟影片，10几20分钟影片，它比起一本论文是好一点，但主管也很难去点，所以你也不用放这个东西。而第三种常见的错误是技术呈现，像是 GitHub 或者 Tableau 之类的。数据分析它是技术值嘛，难免会需要给 code 的状况。但我看到很多人他的 GitHub 上面其实只有文件，但它没有说明的，或者是它是给一个线上 Tableau 或是 Power BI 的连接，但是没有任何的说明，这都是不建议的，你都需要特别加强的说明。而第四种则是专案的呈现，我看过很多有经验的工作者，虽然他提供的是投影片，但他会密密麻麻筛去过去10年的专案经历。所以这里面其实它会有10多个专案啊，这也是很难阅读的。所以关于附录有一些重要原则，如果你是专案，那你挑2到4个放就可以了，并且你要放的这些素材必须要在你的1页式履历中有一个 summary， 不管你是论文啊、工作专案啊、side project 啊，或是一个 Tableau， 你都需要写一个篇幅来做说明。而这个篇幅就是要像我前面提到，它是一个条列的项目，让主管大概知道说你这个项目是在做什么的，让他有兴趣找你的附件。
如果它没有很重要，那你就给像一个 point 的简介，像是公用自行车使用效率视觉化分析，使用 Tableau 建立公开面板，就是它一定要在你的前面有说明。我很多咨询者他有做 Tableau 的 demo， 然后他在履历上给一个 Tableau 的 QR code 啊，或是 link 之类的，但这个连接他在履历上他其实是没有做任何的说明的。那这会发生什么事？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确定你的主管会不会去点。如果你主管没有去点，那你的履历又没讲，就等于说你花了好几个礼拜做功德。如果今天主管心情好，他点了，此时他就会看到一个他没有预期会出现的东西，那这样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当你先在履历上有一个说明，主管会点进去，就是对你履历说明的内容是有兴趣的。而当他对你的内容有初步认识之后，他看到的东西就更容易理解。所以如果你原本是文件影片，那你需要先让他在那履历上有一个 section 来做呈现，接着把你那一本论文啊，或是影片啊，精简成投影片。如果你觉得那本论文很重要，那你可以当成投影片的附件。你要记住啊，大家都很忙，没有人有空看那些啦。而为什么 summary 非常重要？如果你今天呈现了一个没有 summary 的履历啊附件，其实就展示你未来在工作上整理报告的水平。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也还好，如果你今天工作多年还弄了一个没有整理的东西，我是主管一定会觉得找这家伙进来是不是给自己挖坑啊？所以当你完成上面原则之后，你履历的大架构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那接着我们来开始来着手各 section 的细节。原则5 section 细节的艺术，引导面试官的技巧。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个 heat map。从这张图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这张图其实呈现了面试官看履历的原则。也就是说面试官会在看履历的时候，会先花10秒时间先看过所有的标题。如果他有兴趣的话呢，会接着花20秒时间看每个 section 第一个 bullet point， 并且履历的上半部是容易被关注的，而下半部的关注度就会降低很多。所以这些被关注越久的部分，就是我们应该要进一步琢磨的。但要厘清一件事情啊，被看久不代表会加分，要写出有吸引力的资讯才会加分。所以如果你今天写了一堆垃圾，就是帮主管快速帮你把你的履历做垃圾分类的。所以重要以及关键资讯要写在履历上半部，写在每个 section 的标题，写在每个 section 前2行，并且你要特别调整过。基本上大原则有2项，第一项是没用东西不写，第二项是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摆前面。所以我们先进入履历最上方的字数。字数是面试官第一眼会看到的部分，它可以 summary 你的整个职涯，并教面试官看这份履历的认知。我先举一个标准的例子，他先说明了自己在某一个领域的年资以及专业的项目，并且提到自己的目标职缺，所以其实他写的是非常的完整的。接着我再举一个条列式的例子，他的第一点其实他先说明了自己的领域经验。那第2以及第3点，他着重说明自己团队合作的能力，并带有实际合作项目的佐证。而第4点有点像是表达客观的成就这样子。所以标准的写法，第一点你需要先写上自己的工作经历，像是我在哪个领域有多少年的年资这样子。那第2点则是写上自己擅长的技能，有可能是 Python 数据分析，并搭配一些实务的项目。但是这里写法会依据你投递的目标会有改变。假如你今天你是工业的数据分析的经历，然后你投递同领域的科技，你可以强调你有工业的资历嘛。如果你是投递新创啊金融，你可以强调你有相似的技术，像是你擅长时间序列分析。那如果你是投递商业数据分析的话，你可以强调你有大量可视化的经验。就是你不需要把你以前的技能全部写出来，你要根据你投递的职位来做强调。第3点，你在写特质的时候，你应该搭配你本身的时机。而最后第4点，写上你的目标职位。但其实目标职位也不一定要写字数，反正就是你找一个面试官可以看到的地方写就可以了。接着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篇幅上过长的，并且这篇里面写了很多反映自己热情的部分。很多人问我说我要不要在履历中反映我自己转职的热情啊，或者是我转职动机。我这样讲吧，你的兴趣以及热情以及个人特质、人生的故事都是你的内在美。就像你今天找伴侣一样，你都一定先看脸，先看身高，外观过关之后才会继续深入聊天嘛。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履历不是面试官要的，那他就不会想认真的认识你。当他今天不想认真认识你的时候，这些人生的故事其实都是废话。并且你还有另外一个点要考虑，就是你履历的整体策略是什么。我在做咨询的时候有些转职者，我看他的履历，第一眼其实看不出来他是一个转职者的，就是他今天他是一个转职者但我却看不出来他是转职者。所以有些人的策略是他想要用转职的热情来包装自己，但有另一批人，他们的策略是我不会让你知道我是一个转职者。你可以想一下，隐藏自己的转职者身份是否是一个更好的履历策略。所以你有没有开始理解为什么别人可以但你不行？当你还在卖情怀的时候，别人早就用暗黑兵法喷一轮了。当然履历的格式是自由的，没有字数也可以很好的展现出自己的优势。尤其当你的职涯相对单纯，像是你一直都是软体工程师，那其实可能你不写字数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的经历相对起来是比较复杂的时候，像是你上一份工作是 PM， 那下一份工作变成商业数据分析师，那有个字数帮你summary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程式工具与专业技能，我先给一个范例看你觉得这个范例写的怎么样？这是我一个咨询者的履历，他本身是转职者，上了很多的线上课程。我的评价是，这个写起来跟摆地摊差不多。其实这样写不是不行，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转职者，
你觉得你这样写有多少的可信度？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你的年资其实撑不起这些技术。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10年经验的软体工程师，这样写是不是就很合理了？所以程式工具的写法会与你现在的角色以及工作经验是有关系的。而程式工具的写法有3种，第一种写法是你直接写在你的工作经验之下，甚至有一些工作经验丰富的求职者会选择就直接不写 skill 的这个 section 的。而第二种写法就是我刚才讲的，就全部列出来。这样的写法就像我讲的，如果你要写这么多项目，通常你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或是你在你的 side project 里面是可以对应得到的。还有你要按照你目标的直切的顺序来写。像是数据科学家的话，就是 Python 跟 SQL 摆前面嘛，然后不重要就拿掉。像是作业系统啊，或是文书处理软体，通常是不用写的，因为这些东西大家都会，那就根本就不会加分。那不会加分的东西，基本上你就不用写。第三种写法是扩展的写法。如果你今天你是学生，或是你是转职者，你的 side project 版面可能没有太多，这时候我建议你用 skill 来更多的说明你自己的技术能力。那怎么做呢？原本的写法可能是你的技术搭配你的套件，类似像是 Python 搭配 NumPy 或是 Pandas。那改善写法会是技能搭配，我可以用这个技能来做些什么事情？像是 Python 我擅长使用 Pandas NumPy进行数据清理，像 Excel 的话，你可以写出擅长使用 XLOOKUP 跟 Index Match 来进行资料搜寻跟对照。像 SQL 的话，你就可以说擅长使用 Join 啊、Group By 和 Window Function 来进行数据合并跟分析。然后具体写出你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面试官自己对号入座，找到他们职位需要的能力。那如果你真的穷到完全没有东西可以写，那你可以直接把一个程序员写成一个 section， 像是下面这样子。但是要注意的事情，如果你们这样写，但是却没有 side project 或是工作经验的话，可能就暗示说你今天你只上过课，却没有实做过。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样写不好，但相对于你是放一些完全不相关的技能，这样写可以帮助你扩展版面，并确保履历都是与目标职缺相关的内容。而除了使用工具，另外一个是专业技能，像是专案管理或是数据分析这种的。专案技能基本上也可以用相同的写法，也就是科目搭配实用的案例。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写什么，就把你上过跟目标职业相关的课程搭配这堂课上的范例。所以如果按着这样写，你的版面可能原本就是1到2行嘛，然后就变成5到10行。但是你还要注意，你列的东西不能太水，内容不能太杂乱。但就算是水跟杂乱，也会比你放做柜台行政的经验来得更符合数据分析的职位。好，那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履历的重头戏：专案经验跟工作经验。这里我们会从转职者啊、学生的 side project 开始讲，逐步的往有工作经验者前进。为什么呢？因为有跟没有工作经验者写履历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段落它是写一个专案，或是一个段落它是写多个专案。什么意思呢？最左边这个就是学生或是转职者的内容，因为没有工作经验嘛，所以它的每一个子段落都是专案。那你会展现出自己在这个专案的所有的优点，以及你做过的所有的事情。而在你工作2到3年之后，就会变成说一个工作它执行了很多个专案，所以每一列都是专案的 summary。再来，如果你在同一个类型岗位工作很久，就会变成说你每个类型专案都做了很多次嘛，就会变成说你会把多个专案汇集起来，就会变成最右边的这种 summary 的形式。所以我这里就会从单一的专案开始讲，最后再把它汇总成一项。学生转职者的第一个专案，对于学生以及转职者来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要在专案上写什么东西，但基本上常见的专案可以有几个来源，第一个是课程的专案，第二个是论文，最后才是我们自己开始做新的项目。因为我们要从成本最低的角度来寻找素材。如果你是一个本科系的学生，那你课程上一定会有期末的报告或者作业嘛，通常会有2个方向，第一个是理论基础的，像是你实现啊，或是比较改善某一种论文的算法；第二种是实务导向的，像是你应用某种算法在某一种领域的数据上。当你今天你什么专业都没有的时候，不管上面上述这些内容有多烂，那你也要把它放上去。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那你可以挑选有潜力的课程专业来进行加强。那如果潜力不够，但你觉得写得上去有加分，那你就可以把它写在 skill 的 section 里面。那第二种可以写的是论文。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硕士生，那我会建议你把你的论文写成一个专案。那为什么会这样建议呢？因为很多转职的人他本身是商管的硕士，所以基本上很多人在的硕士论文就是针对某个领域来做量化分析，而这些就是数据分析在做的事情吗？如果你只是把它放在你学历下面一列，那其实就太可惜了。你其实是可以把它独立出来的。像我之前有个咨询者，他的论文是做金融危机对不同世代薪资发展的影响，所以他其实完完全全可以把它写成一个数据分析的专案。但要注意一件事情，你的标题不能用论文的名称，你要写一个活人能看懂的标题，因为多数的论文标题其实都非常的学术。我举例啊，改良拉动变换对遮蔽图像分群效果的分析，正常人是看不懂这篇论文在做什么的。实际上他是在做半导体晶圆瑕疵图像的自动分群，然后详细的技术你可以写在专业的细项。那如果这些你都没有，你就开始做自己的side project了。你可以先从经典的数据集开始，像是铁达尼号或是数字辨识都可以，或是你去找一些网络的课程，那课程里面都会有一些数据分析的案例。但是这里我要讲一个重要的概念，履历是面试之前唯一可以说服面试官的途径。所以其实我们撰写履历就是在帮助面试官找我们可以跟他聊天的话题，但这个话题要尽量跟他行业
或是跟数据分析是有关系的，而这也是在引导面试官往你擅长领域走。所以你选的财会的主题要尽量的往那个产业靠拢。像是如果你是投金融，那你就应该找顾客分析或者股票分析案例；如果你投工业，那你就找自身分析瑕疵分析之类的。如果你是走商业数据分析，那你可以做一个自动爬虫的专案，然后你也可以各个领域都各做一个。接着在你投不同领域的时候，就把专案的顺序换一下，就把重要领域放到前面嘛。记住啊，专案的题目的选择有助于你跟面试官沟通。当他对专案感兴趣，你就有展示自己的空间。专案在履历中的撰写格式，先举一个咨询者案例，这个案例有什么问题？这个叙述基本上它有专业的领域嘛，有使用的工具，有使用的模型，有模型的效度，所以这个写法其实具备非常多优秀的元素。但我后来询问作者啊，其实这个专案的数据是作者到现场实地访查收集的资料，并在最后有做视觉化的结果。大家觉得这些其实不是重点，所以他就没有把它写出来。但是啊，当你今天你只是写领域跟准确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告诉面试官说，这个专案我就拿了一个公开资料集套模型，我什么都没做。但实际上你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你自己被你自己给黑了。所以不要忽略你觉得那些不重要的内容啊，因为举凡资料收集、数据标记、数据清理，都是在你未来工作上实际上会做到的事情。而第二个问题是，有一个写履历的迷思是，履历上面要有数字才加分，但这个加分的前提是，这个数字它要在面试官的心中是有意义的，不然这个有数字只让他多看2眼，但其实不会加分，这样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像这个案例，他写出模型的准确度达到 95%， 这个问题在于说，不同的情境以及不同数据集以及后续的利用方法，对于模型准确度的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些模型啊，它的定位可能是辅助判定嘛，所以它准确度其实到 70% 就可以上线了。但有些模型它的定位可能是取代人力，那准确度就需要到 99%， 所以你单纯写数字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虽然啊，面试官他其实是会优先看数字，但如果你看其实没有加分的，那其实就只是浪费面试官的专注度而已。所以这个时候比较好的写法是透过什么方法，让模型的准确度从 90% 上升到 95%， 改善 N% 的人力。所以啊，你的数字它可以是对比，可以是量题，像是使用多少资料量，这样才可以实际了解出你的贡献到底是什么。所以如果你要写数据分析的专案，基本上它有4个内容啊，就是专案概要、资料工程、数据分析以及其他的技术。像专案概要就是说明这个专案的目标以及预计要解决的问题。第二点是资料工程，它可能是资料它是从网络爬虫来的，或者是它是从某个政府的网站，它的资料量是多少，它用了什么样资料工程的处理技术。第3点数据分析，就是说你使用模型或特殊的方法等等。第4点其他技术，建立资料库或者 API 或者视觉化结果。接着你需要再针对目标直接进行细项的排序，这样就 OK 了。好，我们先讲了专案的标准写法嘛。那接着呢，我要讲一个对履历撰写来说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专案中引导面试官的方法。前面有提到各种不同 section 的排序等等都是引导的方式，而在专案的引导当中啊，你的技术学的越精细，对面试官的引导性就越强。而你是否要引导面试官，会跟你履历的整体策略有关系。我举个例子啊，以下都是同一句话：利用 AI 技术进行图片瑕疵检测，它的关键字是 AI。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进行图片瑕疵检测，它的关键字是深度学习；利用 CNN 进行图片瑕疵检测，它的关键字是 CNN；利用 Fine-Grained 的技术进行细微瑕疵检测，它的关键字是特定分析的领域；利用 CNNLNet 进行图片的细微瑕疵检测，它的关键字是特定的模型。这几个案例啊，是我把专有名词从粗糙到细致依序写出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今天是用 CNNL 的这个模型，那面试官大概就会问你，为什么你特别要用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的效果它又是什么？所以你就有机会引导你的面试到你知道这个很细节的部分来展现出你的优势。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深度学习，这时候面试官可能会从你使用哪个模型开始问，然后问一些非常基本的观念。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当你今天技术写的越精细，所带出的引导性就越强。所以会怎么写就会跟你本身的知识储备有关，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量来做适当的引导。但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你想引导，但你怎么知道主管看不看得懂？专案中履历引导的层次，如果你今天很确定啊，你今天面试的是一个技术 team， 那你可以很直接写出 XGBoost、Euro、Inception 的模型名称。但有很多的时候，履历其实它不只是技术人员看，有可能有 HR、有技术的同事、有副理、有经理、有处长。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写太细，绝大多数人其实是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建议，如果你要有引导的需求，你可以分成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专案的大纲总结，让所有人都看得懂你想做什么，并且了解你的贡献。那第二个层次是写一些基础的技术，引起技术人员的兴趣。第3个层次是技术的细节，让第2层次人有兴趣可以进一步的查看以及询问。而第4个层次是附件，如果他们非常有兴趣，再去看你专案的完整细节。好，这里我举例啊，我先写层次1总结，建立东南亚常见山林毒物植物辨识系统，提供爬山民众识别避免误食。
接着我写2项层次2给技术人看的。第一项，将模型 RESTful API 纳入网站架构，并在 AWS 环境中部署，达成运算延迟低于 0.5 秒的目标。第二点，结合物件侦测与图像分类模型时，系统可以精确辨识超过1000种植物。接着是层次3，更深的细节，使用 Ultra Fine Grain 技术使准确度提升 10%， 解决植物叶脉相似度过高的问题。然后这时候的项目你再写个 QR code 或是 Web 连接来当做层次4。并且注意我这里的每个项目它的后端其实都是有带来实际的成效，并有给出有意义的数字的。所以当你有这种写法之后，你就可以兼顾各种看履历的角色。当然会特别出来讲，是因为很多的学生他会很习惯把专有名词写上去，但通常这些专有名词会让整份履历可能连技术人员都看不懂，那只需要极力的避免。好，以上当我们了解单一个专业要怎么样写之后，接着我们来看看有工作经验的写法。第一点，工作职称的撰写。刚刚 Hitmap 有提到 title 写什么东西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面试官有时候就是用 title 来当做关键字来做筛选。所以职位这个位置不能写前公司的职位名称，而是尽量写成接近目标职位的工作职称。像我有个咨询，他前工作是助理，但他有做一些简单的数据分析工作。此时如果他的目标是商业数据分析师，那你应该就要把职称从专案助理改写成商业数据分析师。有些咨询者跟我说，他会担心面试官会打电话去前公司确认，这时候如果职称不一样，就会被认为是在说谎。那这点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履历它是帮助面试官更快的吸收面试者的资讯。如果你完全按照前公司的职称来写，不但你找不到心仪的工作，面试官也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合适的人才。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前公司所有硕士学历以上的工程师，名片上都是印高级工程师5个字，所以它其实是以工种来分的。所以如果我不改职称的话，你从履历根本就看不出来我是做什么的。但从工作内容来说啊，我既是资料科学家，也是机器学习工程师，也是演算法研究员，这些本来就是我的工作。那我需要让面试官快速的认知说我是他们要的人才。这时候我就依据我目标职缺的工作，对我的职位名称进行调整。接着是第二点，工作细项。这里写的内容它通常会分为工作内容与专案贡献2种。那有2种常见的写法，第一种是2种分开来撰写的，第二种是混合型的。这2种基本上都是可以的。我们先看一个范例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履历可以怎样做修改。这个案例的工程师他是一个混合职，是他需要兼顾产线生产并协助自动化，他目标职位是数据科学家。这履历第一个可以改善的点是，他履历撰写的顺序是依照工作量的多寡来的。因为他的目标职缺是数据科学家嘛，是在技能栏，即使 VBA 的使用频率比较高，那我仍然会建议你说你把 Python 摆在比较前面。而工作内容啊，跟数据分析有关的是第3列，他应该要把这个把它摆在第1项。如果你把它改在第3项的话，可能主管根本就看不到。第二个可以改善的点是，你不需要放与目标职缺不相关的内容，所以专案文件的处理跟数据分析这个职缺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拿掉的。而提升产品良率，它需要再加上数据分析相关的元素。像是我利用自动化演算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的这样的关键字。第3个可以改善的点啊，是这个写法它不是咨询履历的写法，像是管理 server 写的太精简，它需要写的更精细一点。像是它可以写说撰写记忆体跟硬体容量的管理脚本，来确保伺服器的安全跟稳定。第4个可以改善的点是专案成就，这个要注意了。第一个写法它是以专案名称搭配成效，要注意这样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智慧选线是什么东西，所以这时候你要改成大家都看懂的名称，或者是在后面补数。像是我可以把它改写成开发智慧选线决策系统，以最佳化演算法自动选取生产机台，以节省 1.5 的人力成本。第二个写法它是写详细的技术名称，但你要注意的是这个技术名称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所以你可以写出它具体解决的痛点是什么。像是第2点，我们就可以把它改写成瑕疵辨识准度，利用 Prototypical Net 搭配 Attention 的技术解决细小及相似问题，使模型准确度从 70% 上升至 85%。OK， 以上就是这些常见的履历撰写的问题。接着我们来谈一个现实的问题。原则6，隐恶扬善，规避社会的歧视链。很多人都会在咨询的时候问我 Ben 啊，我不是知名学校出身的，会不会因此找不到工作？必须说啊，这个社会是非常现实的，存在都非常多的歧视与刻板印象。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学历所造成的刻板印象。而除了学历，还有不收外科系、不收在职专班、不收大龄人士、倾向收男生女生等等。很多人就会问我说啊，这些是不是真的？从现实角度来看，这些歧视会帮助面试官快速的筛选出符合需求的人才。毕竟在清华大学毕业学生，平均来说就是比后段学校的学生来的优秀。当然，有一些面试官他不会单看学历决定是否要录取你，但你根本就不能保证你面前这个面试官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所以，如果有某一个刻板印象，你不用问我说，被哪公司会不会不收转职者啊？所有的刻板印象与歧视，你都必须要当成是真的。履历有争议的东西，那你宁愿不写，见面之后再解释。就像我说的啊，履历是面试前你唯一可以说服面试官的途径，对你不利的东西，通通摆在最后讲，或是你干脆不要放。所以顺序的艺术一直是整份履历撰写的重点，从不同 section 的顺序，到技能内细项顺序，到工作经验的顺序，到工作经验内项目的顺序。我举例，很多人会有那种1个月啊、3个月的短期工作，很多人会担心啊，我工作那么短，
会不会影响录取？如果你有这种担忧，那你就不要写上去。可能只工作3个月的原因就是与公司的文化不合，但面试官看到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猜测嘛，对你的第一印象其实不一定是好的。但这件事情可能你在面试的时候你解释个2-3句就过去了，所以有可能造成争议的东西你就不要写，面试的时候再来说明。再来另外一个常见的就是学历的刻板印象，就像我刚才举例的，如果你是一个转职者，你是一个新生，但你的学历不是顶大，那你就可以考虑把学历的 section 摆在最后。甚至如果你真的觉得学历太差了，那你可以缩减版面，甚至是不写。然后如果你是在职专班，你很怕在职专班的学历会不会影响到你，那你就不要注明嘛。重点是你要先拿到你的面试的机会。如果你是转职专班，那你要注意，有一些公司它其实是不欢迎转职专班的学生的，所以你可以视你的履历的整体策略来决定这个项目到底要写在你最重视的学历，还是放在证书。如果你想要展现的是你自己的自学能力，那你其实是可以把它放在证书的 section 的。那如果你的履历想要说的故事是我很认真的花了500个小时，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学历。当然，如果你原本是清大交大的，你写上转职训练班加分可能没有清大多，所以这时候你就应该把转职专班放在证书里面。反正不管各种工作经历啊、学历啊、年纪，各种你会觉得会造成你劣势的讯息，那你就尽量把它写成隐晦一点，那或者是你就不要写。接着我们来谈谈转职者履历需要做到哪一种水准？转职者履历强度的地标，转职者一直都是求职上的劣势者，我不会给你灌迷汤说努力就会成功。事实上是条件的劣势很大程度的影响你会不会转职成功。但当你今天你确定你自己的条件是处于劣势的时候，你就不能单单只在履历上做包装，你的内容也要跟着加强。不是说我今天不成功就是我学历不好，然后就放弃摆烂，就不可能是这样嘛。但很多人就有一个疑问，我有心但要怎样的履历强度才是够的？我这边就拿平均来说，一个28岁前段国立大学转职者，如果他有3个 side project， 其中一个是做很不错的 side project， 或是跟目标职位领域很接近，可以引起面试官兴趣的专案，另外2个是常见数据集的分析案例，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拿到数据分析的面试了。那这个工作会是我上一个影片提到第一阶段的小公司的工作。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学历不是国立顶尖的前端大学，你是文组背景，你的年纪超过30岁，或是你的目标就是要去大公司，那你就要意识到，除了包装好你的履历之外，你履历的内容还要比别人更加的突出。我在咨询的过程中很多咨询者都会询问说，为什么这样不能转职成功？每次我听他们叙述自己的学习状况或是工作经验的时候，都会觉得可能是景气问题可能是运气问题等等。但履历就像是一面照妖镜，很多人说自己好棒棒的人，实际上你看到他们履历，就觉得说其实他们没有拿到面试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应该要做以下的确认。最基础的，你的履历有没有2/3的版面跟数据分析有关？这需要你有足够的学习内容，以及把过去段经历断舍离的勇气。在履历排版顺序是否呈现出你的优点来掩盖住你的缺点？不要死板的认为学历就一定要摆在最前面或者最后面，工作经历也不一定要摆在专业经验的前面，而每个工作的项目是否有按照重要性来做排序。第3，履历的内容是否有吸引力？你的 side project 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跟特色？很多人的分析，我看起来其实就跟大学作业差不多，这样其实是不够的。最后，你是否考量引导面试官这一点？有信念 side project 一定让你有机会从求职者脱颖而出，但如果你要进一步创造你的优势，就应该依据你的能力，提供更粗糙或是更细致的资讯，尝试让面试的过程尽量往对你有利的方向前进。OK， 我把履历撰写黑魔法都传在这部影片里，你多看几次，你也可以写出魔幻般的履历。当然，这部影片主要内容都是讲履历的框架跟策略，但履历可以讲东西实在太多了，再多就会变成2个小时的课程了。但如果你能有这支影片的概念，你绝对可以展现出120%的实力。最后做一个小总结，心法总结。很多人会觉得履历有需要做到这样吗？里面一堆套路这不是对自己跟面试官的不诚实吗？首先，当你要用某些撰写履历技巧的时候，当然要确保自己真的有对应的能力，但是你要了解另外一件事情，你的竞争对手都掌握了这些撰写履历的原则，你需要把你过去的经历做120%的展示，才能跟别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上。并且我相信所有的求职者目标都是到更好的职位上，而当你需要向上攀爬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都是将是比你更有经验的求职者，所以这个时候履历撰写技巧就至关重要。当然实力决定一切。给大家看一个履历这个是经典机器学习 Euro 的作者 Joseph Redman 的履历，他在 Google Scholar 的论文引用次数超过了9万次。大家可以看出这份履历有什么缺点吗？我跟你讲，没有任何的缺点。人家是经典深度学习模型 Euro 的作者，论文引用数超过9万次，他履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所以从上面的故事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履历规则都在于说你不够大为。如果你没有那么大为，你就好好的精进你自己写履历的技巧。这部影片大概是这样吧。最后我最近打算开一个进阶转职的课程，针对对象是你的条件在劣势，你需要让你的履历超出一般水准的人。课程目标是做出2年以上工作经验者才做出来的履历，让你可以录取大公司。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资讯栏的连结。
最后，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不错啊，你可以订阅这个频道。有空的话，我会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数据分析相关的内容。谢谢大家。